美股狂欢庆祝大选结果，到底谁胜了？已经找到答案了吗？第二个，特斯拉上涨暗示特朗普已经赢了吗？第三个，英伟达纳入道指，业务需求火爆，双利好，牛市第五波开始了吗？欢迎来到谷歌说美股的频道。咱们先来看一下，大选依然没有结果，但是美股它怎么就起了呢？这种上涨是否意味着选举结果已经有呢？美股投资者最怕的选举结果竟是牛市福音，什么意思呢？根据民调专家夜间透露，他已经进行了8万次选举模拟，结果显示哈里斯在模拟中以50.015%的概率获胜，这个与谷歌预测的也一样，哈里斯胜。当然这个还是模拟啊，甚至还有一些模拟结果显示269对269平局，这几乎可以想象成一次抛硬币的对决。这次确实是咬得比较紧啊，没有拉开巨大的差距。在这种分裂政府的情况下，可能会出现选举后的美股大涨。今天是不是已经预演了这一点呢？分析师警告，选举交易没那么简单，你压住哪一个，比如特朗普这个交易大获全胜，通常被视为对美股有利。那今天美股向上，是否意味着特朗普赢了呢？咱们有没有最新消息？可以留言下来，大家共同学习一下。那美股的上涨怎么看呢？到底是回光返照，先涨后跌，还是说真的是川普已经胜了啊？他的个股来讲呢，今天就冲高回落了，什么意思呢？盘中曾经大涨了15%，最终又回来了，是否意味着他败了？到底是胜了还是败了？从特斯拉来看的话，一会儿又觉得他胜了，所以说胜负难料啊。怎么去决策呢？现在能不能布局了？欢迎来到谷歌说美股的频道，不讲故事，不讲废话，只讲股市最核心、最本质的赚钱方法。我这个频道是主要专注在市场解读啊，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，通过这个大选也好，包括大非农也好，都看到了这个假新闻作假、数据作假是吧？大选这个舞弊现象，让很多人开始怀疑这些新闻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。谷歌这边呢一直关注这个点，而且致力于揭开股市背后的真相，用技术分析，用解读市场的方法来找到股市涨跌根本的原因，以及能够找到判断市场最有利的证据，判断市场最可靠的依据，也就是市场永远是对的。那如何解读市场就变得非常重要。如果说你也希望能够正确的解读市场，从中获利，那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。大选的变局正在面临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，但是今天的向上呢，又让我们看到了希望，是不是？今天过后就要开始布局了，是吧？所以本周我们的私密内训课呢，会讲到大选变局下的资本避险与逐利，洞悉机构操盘，逐步实现布局。今天是我们的正常的内容，明天啊，也就是我的这个专题课，主要是给铁粉专享体验的机构操盘策略拆解，识别机构底仓与预判资金动向。大选过后，机构到底会去布局哪个赛道呢？那明天的10点会讲，今天上午10点我们可以先来听这个美股大选前的资本动向、机构底仓与避险策略。万一大选之后暴跌一波，很多人也反应不过来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报名链接就在我们评论区域，回复一个大选布局来收听本周我们的私密内训课。我们先来分析三大股指。三大股指这边，刚才我们看了这个新闻说的什么呢？是大选结果，对吧？这种撕裂的结果有利于美股的向上，那说明这一届大选的总统难产，后也可能没有结果。今天这个目前从指数来看的话，纳指涨的是1.42，涨的比较多，回到了中轨线以上，大资金也回到了53，MACD 指标也开始出现止跌的迹象。当然我们不能只是看一天的涨跌啊，看的最终还是一个趋势。趋势这边的话，发现它下降是转弱了，下降转弱之后呢，我们需要等它翻红。当然从60分钟来看呢，是没有大资金的。标普500基本一样的，涨了1.23，大资金也有增加，但是没有高于机构操盘线。MACD 指标呢有一点走平了，下降动能减弱。从这个布林线角度来看，刚好是到中轨线没有过，这种叫回光返照嘛。从趋势状况看的话，也是依然是轻注，只是轻注变窄了，下降动能减弱了。60分钟趋势状况来看的话，有一点要止跌的意思。道指这边就显得有点弱，不过也回到中轨线以上了。而且大资金已经高于机构操盘线，这是好事。从 MACD 指标来看呢，
就下降动能明显减弱。趋势状况来看呢，下降动能无限缩减。明天再起的话，那就翻红了。60分钟这边呢，实际上已经有上穿主线，接下来看它有没有回踩确认。所以下一个60分钟，或者说明天最好能够在主线上方收红色。下面大资金是没有的，所以说能不能上涨，能不能持续的话，需要打一个问号。看完3大股指之后，我们来看个股涨跌的情况。今天看着怎么就这么舒服呢？一片环保啊！今天是这么长时间里边看着最爽的一天，是吧？那是不是意味着让你灭亡之前先让你疯狂啊？这种情况很多人可能已经按耐不住了啊！咱们还是等大选结果出来再说吧。等大选尘埃落定之后再做交易啊，就是一种理性面对美股变局的一种做法。今天比较打眼的是 Meta 涨了 2.1%， 特斯拉涨 3.5%， 亚马逊涨 1.9%， 英伟达涨 2.8%， AVGO 涨 3.17%。接下来我们是重点看特斯拉和英伟达。特斯拉这边呢，今天是高开高走的，跟这个 DJT 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是否意味着川普已经赢了呢？特斯拉的下跌结束了吗？我们先看一下今天上涨到底是为什么。主要是机构给他评了一下，机构说特朗普当选不利于特斯拉以外的电动汽车制造商，也就是说特朗普当选之后呢，会对电动车下死手。但是之前马斯克就说了，我就是不靠补贴，是吧？依然活得很好。他们靠补贴，实际上没有补贴，最大的利好是我们的规模也好，还是从这个市占率也好，几乎是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竞争因素。最好没有补贴这个事儿的话，确实反映出来了目前。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特斯拉到底是短线反弹还是下跌已经结束。昨天我们说它跌破布林线中轨，是吧？要回来，2天之后回不到布林线中轨线以上就不好了。另外昨天我们也说了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是下降的这是昨天我们铁粉课讲的一个内容啊。所以咱们是铁粉的应该会听到啊，还没有听我们铁粉内容的赶紧去听。讲到了一个下跌止跌的一个确认信号或者确认点，也就是收盘价如果不创新低了，那就该起了。今天呢就应验了，今天收盘价包括开盘价也没创新低。但是这种是不是意味着反转了呢？不是啊，如果接下来一天它又回到布林线中轨线以上了，那就好事了。然后我们也看一看这个机构底仓线，机构底仓线这边刚好是跌到了黄线，如果跌到黄线就止跌的话，容易起大波段。现在确实出现了这种现象，所以说大家先窃喜一下。如果真的在黄线这边中短期这个机构底仓线这止跌，那接下来往上容易创新高。如果还是回到白线的话，依然是宽幅震荡。大资金这边呢，今天也明显增加了，看到吗？ MACD 指标有一点要开始发散了，是吧？开始发散往上了，但是这个下动能还是减弱的，不太好。然后我们先看一下那个趋势状况怎么样的。趋势状况这边呢，显示了它还是轻柱，只是轻柱变窄了，主线还是紫色，代表中长期趋势依然往上。接下来我们等待它翻红，翻红的时候，如果主线还是紫色的，代表要起第3波了。尤其是这个机构增加的情况之下翻红，那就更好了。到底明天会不会出现呢？如果你第一次来的啊，咱们一定要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这一波如果真的是大行情的话，千万不要错过，是吧？每天来听谷歌复盘。从60分钟来看，如果按照波浪的角度来看，实际上它已经是走完了下降的第4波啊，这是4，这是5。接下来这个5下跌反弹，下跌结束之后就该起了。从大资金角度来看，是在萎缩的。MACD 指标已经出现金叉，但是没有上穿0轴。另外，它也已经出现牛头了啊！出现牛头之后，还是一个跳空往上走的。所以接下来回调不破第一根阳线的开盘价247.158，那就该起了。那么这边回撤的最好是3根阴线啊，所以说明天第一个60分钟收阴线，那是最好的，但是不要破刚才我们说这个价格。第二个60分钟最好收个阳线，那就该起了。布林线这边已经回到牛道里面来了，也刚好是触及到布林线下轨了，所以说前边有回上来是吧？你看，但是没有站住。目前布林线已经开始转头往上了，所以这是好事。然后从趋势状况看，它已经回到主线上方，同样明天也是确认这个突破有效与否的关键
一天，明天大线结构肯定就有了，所以说也就基本上就确定了。接下来等待它在子线上方出红数，下边大资金不再减少，就是它启动的开始。然后我们再看更短的15分钟。昨天我们说什么来着？15分钟里边什么时候出现机构回来的情况是吧？昨天没有，昨天看的话还是没有机构的，今天看的话就已经有了啊。昨天是在这种情况是吧？这个你可以认为它这边是一个底是吧？现在目前呢做了一个这样的双底是吧？没有创新低上来了，这是好事。当然目前大机构的比例呢还是低于这个机构底仓线的。然后下边的 MACD 指标显示呢是零轴线上空头排列，我们需要等到它零轴线上金叉都反转。好，从趋势状况看呢还是往下走的，所以咱们没有进场的继续等待就可以了。那基于特斯拉 AI 夺宝奇兵对它的分析啊，我们也看一下它的这个压力位是 252.311， 那今天收盘到底有没有过呢？今天收盘收在 251.44，252.311还是没有过的，所以说明天咱们要依然注意这个 252.311。当然这个结果的话还是昨天的，因为我录制视频的时间呢，这个最新更新数据还没有更新。咱们有夺宝奇兵的话就每天要去看啊，大概9点半就更新了。更新之后呢，这个数值是多少啊？咱们可以看一下，如果还是252，最近就在252到209附近了，就没有再更新了，说明差不多就这个地方了。一旦突破了这个252，那就开始要起了，突破不了呢就是短线反弹。另外呢，根据这个 AIX 大模型，我们也可以预测它的未来是吧？基于这个31号的数据啊，它算出来的数应该是 257.99 啊。如果说它的收盘超过这个数就看涨，不超过这个数就看跌。那通过1号这个数据来看，1号的收盘价是在 246.63， 是低于这个数的，所以说是看跌的。那今天就看跌了啊，昨天就跌了。然后基于最新的情况，1月4号的情况，那我们根据这个预测第二价预测高算出来这个数是 244.56。 那今天如果超过，这个是昨天的，今天如果超过 244.56 就看涨。今天实际上最高是到了 251.44， 是超过这个数的，所以说看涨。当然涨的话要涨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涨超刚才我们说那个 252.44 嘛，是吧？超过去之后还能继续涨，超不过的话就涨一天。同样这个最新结果呢今天也会出来，咱们可以继续去按照这个公式去算，好吧？如果明天收盘高于你最新得到这个数值的话，还是看涨的。所以夺宝奇兵呢可以帮助我们去预测明天的未来，是吧？明天的涨跌，以及能告诉我们压力位和支撑位啊，所以说是我们在目前投资当中最好的一个帮手。所以还没有夺宝奇兵的同学呢，想要免费试用夺宝奇兵，就扫码回复一下夺宝奇兵，咱把它用起来。上面有机构成本，有机构筹码，也可以看压力位支撑位，以及呢AI 预测大模型。然后我们来看英伟达，英伟达呢基本上已经开启第5波上涨了，是吧？是否意味着英伟达已经可布局了呢？我们先看它的布林线啊，布林线这边已经回到中轨线以上了啊，所以这是很好的啊。前面我们在讲它的下降通道线的时候，上升通道线的时候讲到了，它一旦跌破这个位置，2天回不来就没有第5波了。结果它2天就回来了，是吧？回来之后就有第5波，但是第5波呢，它可以长也可以短，是吧？然后目标位是上轨，也差不多是前期高点144这个位置，能不能回到前期高点，那就第5波了。第5波这个位置呢，就在140吧，现在刚好139点多。从 MACD 指标来看，还是空头排列，不过下降动能呢是有减弱的。从趋势状况来看，翻红了，而且这个下边的大资金增仓，散户还消失了，所以这个翻红是有效的。60分钟这边，机构消失了，消失之后呢又回来，但是回来目前这个机构比例还不是很多，很少啊。然后我们看一看它的压力和支撑的情况，目前已经回到牛道里边来了，但是因为大资金不多，不过 MACD 2条线呢已经都上传零轴了，这是好事。未来呢你可以画这么一个压力位，是吧？在这儿啊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趋势状况，从趋势状况看，它已经走了一个上升的小5波，1、2、3、4、5，是吧？也是要小心一下 ABC 往下走，就明天调整是对的。那毕竟刚刚回到中轨线，是吧？回到中轨线以后呢，它确认一下也很正常。
明天回调正常，后天再回调就不正常了。15分钟这边显示的机构比例还是蛮多的，而且它是已经站稳了这个布林线中轨。然后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，是倾向于横摆了。昨天早盘还可以啊，但是下午之后就开始横摆了。从趋势状况看的话，也是走了1、2、3、4、5第5波了，所以等它调一下再说。关于英伟达这边呢，我们也是要看一看它的最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。最近情况这边呢，一个是需求火爆，这个事儿一直在说啊，但是这个只是他一厢情愿的说，机构也并没有评论这个事儿。但是这个从他的供应商火人群要求 SK 海士力提前6个月供应 HBM4 芯片，这个事儿呢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出来。加上它已经纳入到道指里边，这个也是对它最大的一个利好。压力位这边呢是137，应该是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收在139了啊，压力突破了。另外，基于这个最新的情况，我们也看一下 AI 预测大模型是怎么来预测的。它的情况呢，预测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在137.21啊。如果说今天超过这个数，那就看涨了。实际上是139.91啊，已经超过去了，是看涨了，已经开始。到底看涨看跌，这个对于我们的投资来讲，就是一个提早的一个预测。现在市场变化很快，提早预测是你赚钱的一个前提，但是大多数人又不具备预测的功能啊，预测的这个手法，预测也都不会。那我们可以借助夺宝奇兵去增加我们分析决策的成功概率啊。所以说没有领取的，咱们目前还是免费发放的。对于谷歌的粉丝啊，你先订阅频道，然后成为粉丝，成为 follow 者啊，然后再扫码回复一个夺宝奇兵，我们的助手就会帮助你去来领取了。今天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些，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，欢迎大家留言下来。那今天呢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大选的结果，我们会在明天以及呢这个大选结果出了之后，会录制一个短视频，好吗？大家要去关注一下啊，所以一定要关注谷歌，否则很多好的内容你都接收不到。最后，如果觉得有收获的，咱们点个赞，下次再见。